我穿越成了试图勾引疯批暴君反派的恶毒女配，没想到不仅勾引成功了，还一不小心怀了大反派的孩子。暴君温柔地将剑抵在我脖子上，你要什么条件才肯跟对我生孩子？我弱弱回答，孩子能不能跟我姓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穿越成了一本古代言情狗血小说里的恶毒女配，身份是周朝最尊贵的公主。京城无人不知我对男主沈长墨痴心一片，是他的头号舔狗。为了追求沈长墨用尽手段，凡是接近沈长墨的女子都不会让他们落得好下场。有时是一顿毒打，有时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牢房，偶尔闹得个家破人亡，简直就是坐实了恶毒女配的称号。我曾经甚至发毒誓说这辈子非沈长墨不嫁，人人皆说那侯府二公子真是倒霉啊，竟然被四公主看上了。四公主不知廉耻，真乃我大周不幸也。我穿越进来的时候，剧情已经进入了一个小高潮。男主娶了女主，反派造反成了皇帝。男主在跟反派对线的过程中受了严重的内伤，而原著里的恶毒女配萧月可，也就是我，一来被反派篡位，二来心爱之人被反派重伤，气急败坏之下，扮作一名小宫女，单枪匹马的就要去找反派算账。而我此时经历的剧情恰好就是这段修罗场。或许是我倒霉，穿成的原主又蠢又坏，不小心把毒药拿成了原本准备给男主沈长墨用的春药。关键是，就这恶毒女配还下药成功了。干！现在我人在反派床上，反派要挖我的眼睛，可他现在被药效折磨的连剑都拿不稳。我躺在床上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。按照剧情发展，我为了给沈长墨报仇来刺杀傅墨清被发现，为了报复我，他没杀我，却弄瞎了我的眼睛，然后把我遣送回公主府软禁了起来。每天晚上都会把我秘密送往关着重刑犯的地牢，为我喝下春药，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。我被折磨成了失心疯，他才肯放过我。后来我稍微清醒了一点，又因为陷害女主顾青言被男主一掌拍死。这个结局惨得不能再惨，我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悲惨命运，小腿开始发抖，牙齿也控制不住发颤。眼前的男人拥有一张绝美的容貌，一身火红的长袍有些松垮，露出半点身前诱人的腹肌，更显得他妖冶无比。那双狭长的丹凤眼正阴鸷地俯视我，暴戾的脸上写满了杀意。他的脚边是刚刚因药效发作，试图拿起又摔落的长剑。他额头上溢出汗珠，燥热难耐的喘息声在偌大的宫殿听得一清二楚。我害怕的脑壳发昏，拿起旁边的水壶就猛灌一口。思索了一下反杀他的可能性，能成功的话，可我出不了皇宫，就会被赶来的禁军包围；失败的话，他可是叠满了疯批、暴君、反派3层 buff 的男人啊，我还是得死。沉默3秒，我一个翻身，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床上。皇上，其实我暗恋你很久了，我一直都心悦于你。傅墨清没有说话，空气中压抑的喘息声却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背上冷汗直流，头铁道，我此番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勾引，啊不，我是为了向您表白心意。勾引我？傅墨清终于有了点反应，但从他饶有兴致的表情中，我却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我慌忙摇头，不，您听错了。那你倒是勾引我一个试试。他突然俯身，灼热的眸光流转，落在我脸上。皇上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虽有一颗爱你的心，但我不能趁你不清醒的时候这样做，此等趁人之危之举，同小人无异。说完，我立马就给他磕头，却没想到额头一下子磕到了暴君下巴上，我疼得泪花直冒。他被我一撞，也疼得龇牙咧嘴，眸中目光陡然清醒了不少，眼中杀意迸发，立马就要俯身去捡地上那把剑。萧月可，朕要剜了你的眼睛！暴戾的话音刚落，就因药效发作倒在了地上。我的心一颤，也跟着滚下了床。皇上您人中龙凤，千金之躯，可千万别磕着了。我正要伸手去扶他，暴君却一把将我扶开，满是情欲红潮的脸上杀气腾腾。萧月可，你何不将小人做到底？我不自觉咽了口水，我记得书里没这一段啊。
原著里傅墨清根本没碰萧月可，而是去了殿后的温泉池里解决，就是代价太重，后面直接在床上躺了半个月。皇上，小人我是万万不能做的。我露出一脸慷慨赴死的悲痛表情，不过让我来为您排忧解难还是可以的。我顺着脑子里的记忆，将暴君拖到殿后的温泉池里，然后一把将他推了下去。暴君顿时浑身湿透，在温泉中咆哮：萧月可，朕要拧断你的脖子！救命！这暴君刚说要剜我的眼睛，现在又要拧断我的脖子。看来这路我是不得不跑了。暴君发丝凌乱，发怒时眼梢通红，红衣湿透紧贴着身体，勾勒出的紧实肌肉看上去十分美艳诱人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强迫自己移开目光。其实我还想多欣赏一会儿美男，可是再不走，我的眼睛和头都要没了。皇上，我只能帮您到此了。行完大礼，我正准备溜之大吉，突然感觉小腹一热，脸颊发烫，有些不对劲。就在这时，脚踝突然一紧，暴君伸出一只修长的大手将我拽入水中。我在池水里扑腾了几下，就浑身湿透，被傅墨清抱入了怀中，吓得吱哇乱叫。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暴君通红妖冶的眸子满是情欲地看着我。皇上，你不清醒啊？你这是强迫我做小人！我急得哭天喊地，身体里却迅速传来一阵异样的灼热。暴君却咬上我的唇，沁出一丝铁锈味的血在口中蔓延。他咬字清晰，声音低哑的在我耳边吐气嘲讽：萧月可，你不会真以为不清醒的人只有我一个吧？我的脑子瞬间宕机，完蛋，我好像也中药了。刚刚猛灌一口的水壶好像就是被我下药的那个。或许人太倒霉了，就是这样，喝口水都能。我后悔莫及，疯狂往后退，暴君却顺水推舟，一把扯掉了我的外衫。我在池水中转了2圈，又重新回到了暴君怀里。我的唇也顺势贴在了他的胸口，池水中温热的气息瞬间上升好几度。暴君的大手圈住我的腰，嫣红的薄唇朝着我的锁骨汹涌吻来。我头昏脑胀，美男的脸近在咫尺，我竟有些情难自禁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发现我没死，而且还趴在暴君的腹肌上，肌理分明的腹肌上不知落了我多少哈喇子。暴君嫌弃地推开我，临走前还恶狠狠道：萧月可，朕如你所愿。随后一道封妃圣旨，让我从前朝公主摇身一变成了暴君的宠妃。这暴君想要的东西基本都得到了，我与他没有可利用价值了，他没道理不杀我啊！正当我急得一筹莫展，思索如何逃出去的时候，阿七来了。阿七是原主派去侯府监视女主顾清言的婢女，她向我汇报这几日顾清言的动静。殿下，自从那小贱人跟二公子成婚后，侯府便一刻不得安宁。不过这几日奴婢发现那小贱人的举动有些异常。昨日二公子想与她亲近，她居然没像以前那样顺从，反而把二公子给骂了一顿，嘴里还念叨着一些奇怪的话，什么去他妈的，杀什么婢，实在污秽至极。听到熟悉的国粹，我一个机灵，你说他骂什么？去他妈的杀逼！对对对，他正是这么说的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异常的？回殿下，是3日前。3日前，正是我穿越过来的那一天。依我看他定是中了邪，公主您看要不要趁机把他杀了？阿七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不行，不能杀他。为什么？公主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您不是一向最讨厌那个顾清言抢了沈二公子吗？我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，道：此事须得从长计议。这是一本古早替身追妻火葬场的逼小说。顾清言是将军府的嫡出大小姐，因年少意外落水被沈长墨所救，从此就爱上了沈长墨。沈长墨有个白月光苏烟儿，苏烟儿有着古早白月光都有的通病，从小体弱多病，需要靠珍贵药材续命。顾清言和苏烟儿长得有几分相似。沈长墨被人下药，将顾清言看成苏烟儿，第二天醒来却不认账，认为自己是被顾清言算计。沈长墨不愿娶她，最后还是顾清言这个恋爱脑，以一颗能够彻底根治苏烟儿的千年灵芝换来2人成亲。按照接下来的剧情发展，顾清言将会经历被沈长墨当成替身、挖心掏肺等一系列弱智剧情。因为沈长墨的猜疑，
顾清言身边所有亲近之人都不得善终，包括一心保护他的竹马林峰也落了个被发买到南风馆，不得好死的下场。但顾清言依旧义无反顾，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感动沈长墨。历经种种折磨，直至顾清言死后，沈长墨才认清自己的心，最终靠着将军府的势力推翻了傅墨清的暴政，登上了皇位，杀了所有伤害过顾清言的人，包括白月光苏烟儿。结局以沈长墨余生都活在悲痛中，在皇位上孤独死去为终。我不禁感叹一句，这剧情真恶心。我被囚禁在暴君宫中，好在除了限制我的自由以外，跟我从前在公主府的待遇别无二致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杀我，但能苟活一天是一天。我正想着如何出宫时，暴君来了。我连忙露出一个笑脸，狗腿的上前迎接。皇上，您终于来了。暴君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。萧月可，朕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跟着他来到了刑场，面前压着一个肥头大耳的人。他是娄明烨，原主同父异母的皇兄，也是前朝除了原主以外唯一的皇室血脉。萧月可，朕送你的这个礼物你喜欢吗？我这时才知道他不杀我，是想着报复折磨我。娄明烨抬头见到了我，一下拽住我的衣角，表情激动。皇妹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啊！我是你唯一的皇兄。原著中的娄明烨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强抢良家少女，宫中但凡有点姿色的宫女都被他猥亵过，就连原主曾经也差点惨遭他毒手。被发现后还言语侮辱贬低原主，这样一个试图猥亵亲妹妹的人，死不足惜，死他一个人能解救万千少女。我后退2步，让娄明烨松开拽着我衣角的手。我笑道，皇上，这个礼物我很喜欢。他是你皇兄，朕要杀了他，你不为他求情？暴君看我的眼神带着质疑。我佯装不解，我为何要替一个曾经试图猥亵伤害亲妹妹的畜生求情？皇上要杀他，说明皇上英明，我还得感谢您。听到我的话，地上的娄明烨猛地怒目圆睁，口吐鲜血。萧月可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佯装害怕，拉着暴君的袖子往他身后躲，结果暴君转身就无情地甩开了我的手。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像是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他没得到想听到的回答，不满地冷哼一声，然后示意刽子手行刑。话虽是这么说，但刽子手行刑的时候，我还是下意识别过了眼。暴君临走前留下一句，萧月可，从明日起，你同朕一起上朝。我还没想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回去的路上就碰见了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妙龄少女，看着像是官宦家的千金小姐。我正要绕开，前面一紫衣少女就拦住了我。想不到昔日高高在上的四公主，为了苟活，竟然爬到了亡国仇人的床上。萧月可，你也有今天？萧月可，你真不要脸！看没了皇上的宠幸，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等皇上腻了你，我定要让我爹爹向皇上讨要你，给本小姐当洗脚丫鬟。原主曾经嚣张跋扈，仗着公主的身份得罪了不少人，如今前朝覆灭，江山易主，今非昔比，如今人人都想踩一脚。看来他们是特意来羞辱我的。面对咄咄逼人的众人，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脱身。突然灵机一动，我佯装吃惊，对着空气道，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只见那群千金小姐都变了脸色，纷纷对着空气行礼。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趁机跑了。翌日天还没亮，我就被宫女叫醒，跟着暴君一起上朝。被强行叫醒的我非常不爽。怎么不开心？废话，谁大早上天没亮被叫醒能开心？注意到暴君逆过来的眼神，我刚刚还昏昏欲睡的脑袋立马清醒了。我狗腿似的露出一个谄媚的笑。怎么会，能跟皇上一起上朝是我的荣幸，我很开心的。朝臣中大部分都是前朝臣子，看清了我的脸，皆是变了脸色。有人想要上前进言，但看到暴君逆过来的眼神，又立马闭上了嘴。暴君新君上任，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但他们说的我都听不太懂，对我来说如同催眠曲。没过一会，我就昏昏欲睡，忍不住打起了哈欠。终于，
在我打了第33个哈欠后，暴君蹙眉，抬手叫人抬了面屏风过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终于下了朝。我一转身，才发现自己竟然靠在暴君胳膊上睡着了。醒了，我刚醒，下一刻，暴君就无情地将胳膊拿开。醒了就自己起来。我忍住想骂人的冲动，挤出一个笑。这段时间，暴君几乎是将我拴在眼皮子底下。他虽不杀我，但却不许我出宫。除了睡觉，基本都能看见他的身影。出宫是暂时不可能了，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阿七身上，让他继续留意顾青言的动向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暴君暂时没有杀我的打算，吃穿用度上也没有苛待我。在朝堂上待的时间长了，我也能看出来他不像书中写的那么暴政昏庸，颁布的每个指令无一不是利国利民的。这段时间他修缮了很多律法，开设了学堂，让平民百姓的孩子都能免费读书，甚至颁布了实行一夫一妻制度。他还想废除青楼妓院这种风月场所，很多都不该是这个时代的人能想出来的。他很勤政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政务，而且性格也没那么暴虐爱杀人。虽然他嘴上老说着要杀我，可是却连我一根头发丝都没碰过。我偶尔也会利用现代学到的东西给他一点建议，他很意外，但却能听进去。我的胆子也大了一些，变得放肆。因为暴君的默许，陪他上朝的时候，我可以在屏风后做任何想做的事情，包括但不限于睡觉吃东西。按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宫斗剧来看，暴君此番举动定然是把我当做一个吸引火力的工具。我按照原来的计划，继续扮演痴情少女，每天都为他端茶倒水，还时不时邀请他陪我逛花园。他每次都会叫我滚，然后我真的滚了，他又在我离他不近不远的位置叫我停下。宫中实在无趣，闲得无聊，我给他写情书，结果他说我写的字像狗爬的。既然追求刺激，那就要贯彻到底。于是我就举着狗爬体情书，每天都在他店门口念。有天他被我烦得受不了，一脚踹开了门，一把剑横在我脖子上。萧月可，你是不是以为朕不会杀你？我身子一歪，故作柔弱，伤心欲绝。这辈子能死在皇上的剑下是我的荣幸，下辈子投胎无论是牛是马，我都还要做皇上的女人。随后我闭上眼睛等死，只见他沉默3秒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萧月可，你以为朕是傻子吗？京城谁人不知你喜欢沈长墨？暴君关上了门，我只好扒着窗户回答，那都是传的谣言，我不喜欢他，一点都不喜欢。真的，我发誓，我只喜欢你。可很快，暴君又无情地关上了窗户，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，有点可爱。这天，西域进贡了一批又大又水灵的葡萄，我馋得直流口水，没忍住在屏风后面吃了起来。吃到一半，正在上朝的暴君突然朝我看了过来，空气在那么一瞬间突然安静。我看看手里的葡萄，又看看暴君，礼貌性地问：来一口？我以为他会果断拒绝，没想到他竟然反常地点点头。就这样，我只好举着自己刚剥好的葡萄，咬牙切齿地喂到了暴君嘴里。下一刻，朝堂上就迸发出了一阵窃窃私语。结果暴君毫不在意，吃完一颗又反常地露出一个笑，然后示意我他还要。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喂。接下来，盘中剩下的葡萄几乎都进了他嘴里，我的手都酸了。刚下朝，我妖妃的名号就传了个遍。下朝后，我问暴君，皇上知道妲己和纣王的故事吗？妲己喜欢喂纣王吃葡萄，是因为葡萄是妲己认为最甜的食物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我认为最甜的不是葡萄，而是皇上的笑。看到皇上吃到葡萄后满意的笑容，我的心里简直比吃了蜜还要甜。我以为这次他不会叫我滚了，好吧，他还是叫我滚了，不过耳尖却是染上一抹可疑的红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无论吃什么，暴君总要来上一口。一时之间，我妖妃的名号甚至大过了暴君。不久后，西域使者来访，宴会上，西域美人翩翩起舞，一向不近女色的暴君看得十分专注。我刚想阴阳怪气，只见刚刚还有序进行的宴会突然躁动起来。宫斗剧的经验告诉我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趁着人群混乱，我正想开溜，只见那西域美人顷刻间卸下了伪装，从腰间掏出一枚飞镖，直冲暴君。我下意识推开了暴君，那枚飞镖的目标却陡然变成了我。暴君愣了一下，长手揽过我的腰，那枚飞镖堪堪擦着我的发丝飞过。与此同时，一根毒针飞过来，扎在了暴君胸口。他立马脸色发白，面露痛苦。宴会乱作一团，暴君肩头又中了一枚飞镖，他硬是强撑着等躁动平息，抓到行刺之人后，才终于倒下。暴君受伤后，我每天都寸步不离的照顾。这1个月以来，我曾28次试图偷看暴君洗澡，他对我说了52次滚，31次要剜了我的眼睛。其实我对他的身材一直念念不忘，这下终于有正当理由摸他的腹肌了。我每天都手切洋葱，以泪度日。趁着暴君昏迷不醒，我没忍住趴在他的腹肌上痛哭流涕。结果暴君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醒了，他黑着脸，咬牙切齿，只说了一句：萧月可，朕闻到洋葱味了。我假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又趁机摸了把他的腹肌。皇上你身材真好。眼看他的滚字刚要说出口，结果下一刻他又昏了过去。他肩上的伤口不深，包扎后很快就能恢复，只是太医对他中的毒束手无策。中了这种毒后会陷入昏睡，疼痛感官不断放大，使人变得精神失常，性情暴虐，喜怒无常。等到毒素蔓延五脏六腑，最终会在痛苦中死去。原著中写他性情暴虐，滥杀无辜，估计也是受了这毒的影响。我记得原著中傅墨清中了这种毒后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他便寻名医都没能找到解药，直到最后一刻才从顾清言祖父那里得到了解药，捡回了一条命。也许我可以趁着暴君虚弱的这段时间出宫一下。阿七向我汇报了顾清言这段时间的动静。顾清言这个月打了二公子共103个嘴巴子，将二公子拒之门外共30天，提和离提了48次，出逃21次，被抓回共21次。另外，顾清言的竹马临风书信13封都被二公子拦截，13支信鸽全部被二公子炖了，给了小妾苏一儿滋补。我的心情跌宕起伏，庆幸自己当初还好没有让阿七传信给顾清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阿七协助顾清言出逃的地点是在一个青楼。在阿七的带领下，我终于见到了穿着男装的小说女主。隔着茫茫人海，我们终于会合。我带着期许的目光看向他，即便我不变。他在我期许的目光中说出了那句符号看象限。我俩激动地抱在一起，我俩抱头痛哭了10分钟，才开始互相讲述穿越后发生的事。顾清言自从穿越过来后，一直处于被囚禁的状态，无法和外界联系。他详细痛述了沈长墨是如何虐待他，不仅抽他的血，还要挖他的肉给苏燕儿当药引。我才知道原来他没看过原著，不知道这是一本小说。我将小说后续剧情给他讲了一遍，他悬着的也是心终于死了。现在一心只想摆脱沈长墨，知道我现在的身份，后求我一定想办法让他们和离。我将自己目前的处境说了一遍，约定好先将他送回将军府，他帮我向祖父找到能治好暴君的解药。末了，他又开始痛骂沈长墨，向我哭诉自己命途多舛。悲痛中的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粗犷的悲嚎：兄弟，我的命好苦啊！正想安慰他的我，突然意识到了不对，等会儿，你为什么叫我兄弟？难道你是？他也顿时睁大了眼睛，难道你不是？我说那103个嘴巴子，一般女性怎么可能打得完？原来是身体里住了个男人，真是浑身使不完的牛劲。沉默片刻，我率先开口道：没事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。他接着道：要不我们来讲下都是怎么穿越过来的吧。我在21世纪是个底层打工人，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攒钱买了50宏光 mini， 结果刚上路就被一个开宝马的傻成撞的车毁人亡，醒来就到了这里。我刚说完，就见他皱起了眉，面露犹豫。其实那个是我。他讪讪开口。那天我感冒了，和我爸说了后，他就居然又给我转了钱，我太伤心了，眼泪打湿了眼睛，一时没看路。什么？
你就是那个开宝马不长眼的傻叉。刚刚还激动不已的我立马红了眼，掐住了顾清言的脖子，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。我跟你拼了！你知道我为了买那个车攒了多久的钱吗？顾清言很快就脸红脖子粗，可嗨嗨！下一秒，沈长墨不知道从哪冲了进来。萧月可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他的脸颊两侧顶着还未消散的巴掌印，看起来十分滑稽。他一把将我推开，还没等我来得及等我反应过来，一道声音传了过来：沈二公子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要杀朕的爱妃！我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傅墨清。他是什么时候醒的？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他揽着我的腰，将我护在身后。他眼神冰冷，看我的眼神如同看到妻子出轨的丈夫。我只恨不能当场昏过去。沈长墨正欲解释，不料顾清言用力挣开了他，跑到我身边。关你什么事？一天到晚不是杀这个就是杀那个，我看你是有病吧，赶紧去看他脑子。沈长墨皱眉，对着傅墨清拱手道：皇上，这都是一场误会，我夫人病重。这前朝余孽向来不知礼数，行事鲁莽，我怕他冲撞了夫人。沈某也是爱妻心切，才会一时失言，还望皇上海涵。好一个爱妻心切，爱到要挖他的血肉给小妾当药引。真不知道原着作者怎么写出来的这么颠一个男主。我看你真该去看他脑子，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着，他如今是朕的爱妃，就算是冲撞了你夫人又如何？暴君很生气，抱着我的胳膊勒得很紧。我扯了下他的衣服，但他好像误会了什么，怒不可遏地冲沈长墨吐出几个字：滚远点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我砍了你的头。沈长墨还要再说，却见手下突然上前禀报了什么。他脸色大变：什么？燕儿离家出走了？他冲着顾清言撂下一句：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，就带着手下匆匆离开了。将顾清言送回将军府后，我被带上了暴君的马车。萧月可，你还说你不喜欢沈长墨，你都为了他跟顾清言打起来了。他攥着我的手腕，离我很近。我还以为他会责难我偷跑出宫的事，没想到第一句话竟然是质问我喜欢沈长墨。暴君很生气，质问我时，灼热的呼吸喷洒在我颈间。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却趁我虚弱偷跑出宫来见旧情人，这就是你说的喜欢？我真的不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你，我是为了给你找解药材。傅墨清不听我解释，不由分说就吻上我的唇。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却不知为何没有推开他，反而心跳如雷。他霸道又强势，这一吻持续了很久，良久，他才放开我。我呼吸急促，擦了擦快要被咬破的唇，才堪堪解释道：顾清言的祖父是游历世界的神医，能解你中的毒。我与他约好了2日后去将军府取解药。虚情假意。他冷哼一声，随后松开了我的手。虽然他嘴上说着虚情假意，但能看出来他明显气消了不少。我正要松一口气，又听他警告道：萧月可，不管你以前喜欢谁，从今以后你只能做我的女人，只能喜欢我。他眼神强势，不容拒绝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拽进了怀里。我正疑惑他要做什么，却见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贪婪地呼吸着我颈间的气息。等抱够了，他的眼睛却已染上了一层隐忍的玉色。那双染着玉色摄人心魄的眼睛，实在好看得过分。鬼使神差的，我吻了他。下一秒，他眼中玉色更重，夹杂着山雨欲来的征兆，强势回应了我。刚下马车，暴君就抱着我直奔主殿。引得路上行人纷纷侧目，窃窃私语。我低着头不敢去看，将脑袋埋在暴君的怀里。很快就到了主殿，暴君将我放在床上，眼底的玉色不再掩饰。他一边吻我，一边呼吸急促地去解自己的衣带。眼看着他脱了上衣，要露出精壮诱人的腹肌，我没忍住吞了吞口水。只见他突然动作一滞，身体好像失去了支撑点，虚弱地倒在我身上。空气静默3秒，我意识到他毒发了，赶紧穿好衣服想去叫太医。他却拉住了我的手，潮红的脸上窥见几分尴尬。我轻声哄道：乖，等你解毒之后再。
只见暴君耳尖红得要滴血，真可爱。我心情颇好的亲了下他的脸颊。太医来时，傅墨清已经再次昏睡过去了。太医说是精力过度使用导致，下次醒来起码得2日之后。和顾清言约好取药的日子到了，但暴君仍未醒。考虑再三，我还是留下了一封信，再次出宫了。不料我刚到将军府，就看到回府的下人匆匆来报，沈长墨将顾清言当借掳走了。我带着人马不停蹄赶到侯府。你守身如玉不给我碰，难道是要给别的野男人碰？顾清言，你就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。沈长墨啐了毒的话从门内传来，还未进门，我就感觉到一阵恶心。我一脚踹开房门，只见沈长墨将顾清言压在身下，面色扭曲狰狞，嘴里依旧不停羞辱。顾清言捆住双手双脚，无法动弹。看到我如同看到救星，瞬间两眼泪汪汪。我带来的亲卫迅速将沈长墨制服在地。顾清言刚松绑，就反手甩了沈长墨一耳光，随后一脚踹在沈长墨的脑门上，破口大骂道：去你奶奶的荡妇羞辱！然后急切地拉着我说林峰被关沈长墨关在地牢鞭刑。想到原著中沈长墨对林峰的恶行，我眉头一皱，立马示意人去地牢解救。好在来得及时，林峰伤得不重，只是顾清言看着受伤的林峰，目光很是心疼。随后他看向沈长墨，坚定道：沈长墨，我要跟你和离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也是我的鬼，你想跟我和离，做梦！沈长墨顶着脑门上的鞋印，目光偏执而阴鸷，有些说不上来的滑稽。我直接将提前准备好的圣旨和和离书丢在他前面，皇上亲自下旨解除你与顾小姐的关系。沈长墨将地上的文书看了一遍，目光凶狠看向我：萧月可，这定是假的，肯定又是你耍的把戏。为了得到我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二公子可要看仔细些，上面盖着皇上的印章，如何作假？没错，我是作假了。印章是我偷偷盖上去的，但那又如何？傅墨清又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杀我。嘻嘻，二公子若执意抗旨不遵，按我朝律法当斩。来人！我话音还未落，沈长墨就立马变了脸色。我从宫中带出来的亲卫将刀架在他脖子上。二公子，这和离书你签还是不签？沈长墨脸色冷得可怕，像是下一秒就要黑化，盯着顾清言看了许久，才咬着牙说出2个字：我签。原著中沈长墨能够登上皇位，都是利用了顾清言的娘家将军府。待他刚签好，一道声音传了进来：我也要和沈长墨和离。声音的来源却是苏烟儿，原著中沈长墨的白月光。烟儿，你说什么胡话？沈长墨满眼不可置信，眼里夹杂着各种情绪。苏烟儿走近，泰然自若道：我与二公子成婚2月以来，他多次对顾清言动手，以我为借口对他滥用私刑，挖肉放血，让我们姐妹之间产生误会，是为宠妾灭妻，其心可诛。他越说，沈长墨的脸色越慌张。烟儿，如今我已经和那个贱人和离了，此后房中只会有你一人，你莫要再说胡话了。苏烟儿一个眼神都没施舍给他，目光看向我。按照本朝最新颁布的律法，我有权利提出和离，还请娘娘恩准。我和顾清言对视一眼，这和原著剧情不一样啊？难道？我从善如流，替苏烟儿和沈长墨解除了关系。接连经历2次重大打击的沈长墨狼狈不堪，目光陡然转向顾清言，无能狂怒道：顾清言，你就是个破鞋，离了我，你看谁还会要你？顾清言嫌恶地皱起眉，林峰牵着他的手将他护在身后。这话听着真叫人不爽，我得找个理由把他打一顿。二公子刚刚直呼本宫姓名，是为大不敬，来人，掌嘴！真想不通，这样的人到底是怎么当上男主的？挨了50个嘴巴子后，沈长墨嘴巴肿得跟腊肠一样，终于老实了。我猜想的没错，苏烟儿也是现代人穿越过来的，只不过她比我们晚了半个月。她在现代社会是个马上要参加4级考试的女大学生，穿过来之后就一直想要寻找回去的办法，
但是一直被沈长墨困在这里。刚好借今天此机会，他摆脱了沈长墨，也发现了我和顾青言都是现代人。他询问我们知不知道穿越回去的办法，我和顾青言都摇摇头。他说他消失了这么久，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心他，男友也在学校等着他，还有下个月的4级考试，他一定要回去。看得出来，他的亲人朋友一定很爱他，否则他也不会这么迫切的想要回去。我给了他一些银票作为赞助。简单告别后，他就踏上了独自一人寻找回家办法的路。顾青言回去后，将沈长墨的所作所为都讲了一遍，将军大为所怒。跑到侯府门后，愣是骂了2个钟头，只差没有带兵闯进去。此后也是彻底和侯府断了来往。回到宫中，我将顾青言给的解药给傅墨清服下，没过多久他就醒了，自然也就知道了今天发生的事。你真是长本事了，接连遣散了沈长墨的2个女人，下一步就要计划怎么嫁给他。我刚要说话，胃里突然泛起一阵恶心，忍不住干呕。傅墨清立马紧张地唤来太医，太医诊脉后一脸喜色，恭喜皇上，娘娘这是怀孕了。我一听自己怀孕了，立马下意识脱口而出，不行，我不生孩子。傅墨清脸上的开心笑容在我说不生孩子后立马僵住。我别过脸不去看他，想要逃避。为什么？事实上，我是个不婚主义者，结婚和生孩子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中。我也还没有做好当一个母亲的准备。我强硬道，就是不想生。你要什么条件才肯给我生孩子？我不说话，他却突然抛出一个炸弹。我知道你不是这里的人。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，我一下紧张起来，却听他又说，萧月可，不管你是谁，留下来做我的皇后，给我生一孩子。我依旧不为所动，直到他突然牵住我的手，往他腰间的腹肌上带去。留在我身边，我每天都让你看，让你摸。他一只手捧着我的脸，另一只手带着我的手贴在他腰间。我竟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难得的温柔，一时有些招架不住，嘴角忍不住流出了嘶哈嘶哈的口水。天哪，这跟赤裸裸的勾引有什么区别？只能先硬着头皮点头道，我考虑考虑。自从我怀孕后，暴君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是的，他再也不叫我滚了，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要看着我。怀孕后我变得特别嗜睡，他将早朝推迟了1个时辰陪我睡觉。我每天不是吃了睡，就是睡了吃，醒了还要顺便摸2把腹肌。终于在7个月后，我生下了一个男孩。我在产房内哭得撕心裂肺，整个人跟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。刚生完，傅墨清就不顾众人阻拦闯了进来。他哭得眼眶通红，攥着我的手不停地抖，不住地说不生了，不生了，以后都不生了。好帅！我忍不住亲了一口。要是他在床上也能这么哭就好了。这天，我在花园散步时，一个太监突然快步走近，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。我打开一看，居然是沈长墨想约我一见。不对啊，这个时间段沈长墨原本的剧情都被我搅没了，他怎么会来找我？不过出于好奇，我还是应约了。到达约定地后，我见到了等候多时的沈长墨。他递给我一个瓷瓶，居高临下道，萧月可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眼下你委身于那暴君也是无奈之举。只要你把这瓷瓶里的东西给他服下，本公子承诺，等我登基后必会封你为妃。对此我只想说六。眼见顾青言不再信任他，将军府的兵权无法调动，又把注意打到了我身上，美男计都用上了。看来他是真的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。傅墨清说给我皇后的位置我都还要考虑一下，区区一个妃位就想收买我，真令我大开眼界。我笑道，二公子凭什么认为我会要一个别人用过的二手货？你什么意思？萧月，可你不要不知好歹，你难道忘了你从前？看来他还是不清醒，还停留在原主从前跟在他屁股后边叫长墨哥哥的时候。我打断他，从始至终我都不喜欢你，你呢，就是一根千人用过的烂黄瓜，连傅墨清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我把他当时羞辱顾青言的话还了回去。沈长墨气的脸都绿了，原地你了半天，最后只留下一句让我不要后悔，就愤怒地甩袖而去。刚回到殿内，
一只手就将我拽进屏风后。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装傻，什么话？亏我在接到纸条的时候还在想，傅墨清的宫中竟然会出现沈长墨的人，没想到他是故意的。不说我就亲到你说。我的呼吸声逐渐被吞没在吻里。2个月后，顾清言传信给我，说苏嫣儿找到了回去的办法。他将回去的办法写在纸上，存在了一个地方，而他自己则是已经先回家了。我在那个世界是个私生子，我的母亲在我刚出生时就把我抛弃了。我那个世界里的父亲，他只会给我钱，我每次一找他，他就只会给我打钱，我一点都不想过那种生活。顾清言面无表情，说得生无可恋，而我听得咬牙切齿。我恨你们有钱人。我想要家人的关心，想要开心时有人分享，生病时有人陪在我身边，我不想要那一串冰冷的数字。对于那个世界，我一点留恋都没有。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父亲和母亲都对我很好，我也很喜欢他们，还有祖父祖母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我想留下来照顾他们，我舍不得他们。看得出来，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。虽然是男儿心女儿身，但亲人的关心，友人的陪伴，甚至爱人的呵护，一样都不少。他说完后，目光看向我。你呢？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也是，我在那个世界是个孤儿，每天996到快要猝死，我才不想回去。在这里起码不用上班，不用面对老板，不用为生活发愁。说完，我们相视一笑，已经知道了对方心里的答案。苏嫣儿找到了回家的办法，成功回到了家人身边。顾清言现在过得幸福美满，顾家人都对他很是宠爱，也弥补了他在现代社会所缺失的亲情。他还开了个火锅店，我和傅墨清经常去吃，事业也蒸蒸日上。不久后也要和林峰成亲了。感情这种东西很难讲的，就像我一开始也没想过自己会喜欢上傅墨清。性别不是问题，幸福在哪里，我们就应该在哪里。至于我，说实话，在这里比在现代打工强多了。没有加班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没有任何人会给我脸色。傅墨清对我有求必应。除了在床上，一个人在苦难里生活的久了，总是很难拒绝突然而来的幸福。周国也在傅墨清的治理下逐渐趋向太平盛世。是的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，每个人都是幸福的。除了沈长墨，听说他的造反计划还未开始就被人举报了，还没等傅墨清动手，就被街上的正义使者替天行道了。至此，故事完结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